今天我们的目光锁定地标性的基建奇迹——新加坡德光岛。这座城市国家用仅7年的时间，通过技术突破和工程智慧，完成了一项史诗级的填海项目。800公顷的土地比2个大巴窑还要大，在沙土供不应求、气候变化压力下，新加坡如何向大海借回这么大一片土地？而他们做到的方式究竟有何奥秘？怎么填海能省下1半沙土？德光岛的首个围填是如何兼具环保与建筑效率的？答案就藏在视频中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第一章德光岛的秘密。什么是围填填海？传统的填海造地通常需要大量沙土，通过直接填充海域来形成土地，但问题是这需要消耗大量资源，成本高昂，且对环境可能造成隐患。德光岛的填海工程提出了一种新方法——围填填海。新加坡成为全球首个用这种方法拓展国土的国家。所谓围填，就是先在海域周围建起坚固的堤坝，把要填的区域整个围起来，形成一个人工湖，然后将湖里的水抽干，最后才开始往干涸的土地上填土。这个步骤减小了对海洋生态的破坏，同时大幅减少了沙土的使用量。据统计，这种方法可以节省近50%的沙土，这一点对于新加坡这样的资源紧缺国家来说至关重要。如果还不够直观，这样形容吧。德光岛的扩大规模达到了800公顷，相当于4000个奥林匹克标准泳池的面积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工程。但技术的亮点还不仅仅是沙土节省，围填填海还解决了另一个全球性的难题——气候变化和暴雨威胁。德光岛的堤坝到底有多强悍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二章，围填如何对抗气候变化和暴雨灾害。海平面上升，暴雨普遍加剧，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对低地国家来说格外棘手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新加坡的工程团队在规划之初就做了周密设计。首先，德光岛最关键的防御屏障是它的10公里长堤坝，这堤坝比海平面高出整整6米，可以有效抵御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的涨潮威胁。同时，我们看到外部堤坝使用了天然岩石作为第一道防线，这样既能增强结构强度，又能吸收海浪的冲击力，避免侵蚀。内陆的堤坝则种植了百慕达草，别看它不起眼，它的根系牢牢抓住土壤，不仅能减少泥沙流失，还能缓解城市热岛效应，降低周围温度。在防洪方面，德光岛的地势设计非常讲究，它专门采用了多点分流技术，暴雨期间的雨水能迅速排入多个收集池，减少积水风险。这些收集池还能储存雨水，用于后续灌溉和生活供水，真正实现了资源优化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科技还远不止于此，德光岛的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堤坝的安全性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第3章170个摄像头与260个传感器如何运作。新加坡的智慧基建不只是说说而已，德光岛的核心在于，它是一座能实时传递信息的岛屿。这里装有170个并入电视监控系统，260个高精度传感器，分布在堤坝、雨水收集池、土地表层等关键区域，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。这些数据会实时传输到主岛的控制中心，任何水位异常、暴雨情况或堤坝压力的变动都会第一时间报告给工程师。与传统填海不同，围填完全实现了科技与工程的结合。比如下暴雨时，传感器会自动检测水位，必要时启动水泵抽水，将水及时排入海洋。而这一切不需要人工干预，只需系统自行判断和执行。基建与人工智能的结合，真正避免了突发事故变灾害的风险。听起来很厉害，对吧？同时，你可能好奇，这么高昂的技术是否影响了项目的成本结构？第4章，如何用1000万立方米粘土减少沙土使用。新加坡不只是要完成一块土地，还要做得更环保、更经济。德光岛的疏浚过程中，提出了一个令人赞叹的方案，结合现场的地质条件，提取超过1000万立方米的粘土，用它代替部分沙土进行填海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如果我们用粘土填满游泳池，能灌满足4000个奥林匹克标准池子，而这些粘土原本是海底沉积物，传统填海工程往往直接舍弃。现在它被回收利用，既减少了对沙土的依赖，又降低了工程成本，相当于给废弃材料第2次生命。这个环保理念不仅令人眼前一亮，更成为标杆性案例，供其他国家参考。毕竟，填海造地不光是扩展土地，也是与自然和谐共存。最后，让我们关注德光岛的运营成本，它背后还有哪些故事？第5章，德光岛围填如何为新加坡铺路。德光岛的围填填海项目花费了12.3亿元，由荷兰和日本公司联合承包。这笔投资让新加坡获得一块宝贵的战略性土地资源，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维护成本。不过，这种维护成本是值得的。德光岛不仅本身是对未来风险的防范，还成为一种示范性工具，帮助新加坡为2030年计划填拓更多土地积累经验。根据官方数据显示，到2030年，新加坡将新添5200公顷土地的扩张目标，而这种环保、智能、高效的围填填海技术将成为未来填海造地的重要参考。德光岛项目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：气候变化不可怕，
智慧和技术才是最强大的应对工具。它也为全球基建领域提供了新的启发。从2008年研究微田技术，到如今亲眼见证理论变成现实，新加坡为我们的未来留下了重要的启示。德光岛不仅是一个填海项目，更是一座桥梁，连接智慧与创新，连接过去与未来。如果你也被这座岛屿的故事深深打动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甚至评论你的观点。你认为微田技术是否能改变全球海洋基建呢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探索下一个人类智慧的奇迹。